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乌克兰称俄军坦克墓地，最新 T90M 坦克抵达战场才1周就被击毁。美国海军的奥卡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在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进行首次水下测试。萨博公司宣布，为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系统增加新型高爆弹和精密火控装置。精彩节目即将开始。乌克兰称俄军坦克墓地，最新 T90M 坦克抵达战场才1周就被击毁。乌克兰战场可以说是俄军坦克的墓地。随着俄军战线推进困难重重，俄罗斯在4月底将其最先进的 T90M 主战坦克投入战场。然而，根据最新战地照片显示，刚进入战场1周的 T90M 主战坦克已经出现了被击毁的画面。要注意，这辆焚毁的坦克并不是俄军抛弃的，而明显是被击中后燃起大火烧毁的。首次曝光的画面显示了一辆 T90M 坦克的残骸。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某处被直接击中后仍在冒烟。俄军的这支 T90M 部队遭到了乌军的一支拥有坦克和步兵战车的混合车队，战斗一触即发，双方互有损失。视频中被摧毁的乌军战车残骸还冒着热气，显然战斗才刚刚结束。然而俄军也付出了 T90M 坦克被击毁的代价。俄军第一辆 T90M 主战坦克在乌克兰被摧毁的消息极大地打击了俄军的士气，因为这是俄军目前在乌克兰最先进的坦克，也是俄军装备中除 T14阿塔玛主战坦克外最先进的坦克。第一批量产的 T90M 坦克只在2020年春天配发给了第一近卫坦克军、第二近卫加里宁曼机械化步兵师，目前总共只有100辆左右的 T90M 在服役，因此该款坦克可以说非常珍贵。T90M 主战坦克是 T90 主战坦克的超级改进型号。T90M 主战坦克在电子设备、动力设备以及防御能力上都有大幅度提高，所以俄罗斯也将 T90M 主战坦克视为自己的陆战王牌力量。这次派出此款坦克进入乌克兰，可以说俄罗斯为了胜利已经毫无保留了。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毕竟任何武器装备投入战场上出现损失也是相当合理的事情，但是令外界没有想到的是， T90M 主战坦克在刚刚投入战场没几天就已经出现了损失。不过目前无法判断是何种反坦克武器将 T90M 主战坦克击毁，大概率是北约组织支援的反坦克导弹所为。目前北约组织成员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标枪反坦克导弹、AT4 反坦克导弹等多款反坦克武器。俄罗斯的 T 系列主战坦克一直是俄罗斯以及前苏联时代钢铁洪流的主力军，而如今 T 系列主战坦克已经连续吃了瘪，甚至由 T72 主战坦克的炮塔飞出去10几米。除此之外，俄罗斯的 T80 UM2 主战坦克也已经在战场上出现了损失，加上这次最先进的 T90M 被击毁，俄军的地面装甲部队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令欧洲各国闻风丧胆的红色幽灵了。目前谁也不知道俄乌战争最后的结果会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此一役，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日后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肯定会口碑大跌。美国海军的奥卡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在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进行首次水下测试。2022年4月28日，美国海军的奥卡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在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进行首次水下测试，这也是该款无人潜航器的首次公开测试。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表示，这艘试验艇将会决定最终5艘奥卡无人潜航器原型艇的性能和生产指标。报道称，波音公司于2019年获得了首份价值43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交付4艘奥卡无人潜航器。2022年3月，美国海军授予波音公司7250万美元，用以交付一套测试原型系统。该原型潜航器将作为测试平台，来评估和实验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作战效能。奥卡无人潜航器是波音公司在51英尺长的回声旅行者无人潜航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采用了先进的泵喷推进器，而不是典型的螺旋桨，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无人潜航器的静音性能，其水下排水量超过50吨。波音公司表示，该款无人潜航器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水下武器之一。奥卡无人潜航器的最快速度为8节，航程为6500海里，其适合执行一系列潜在任务，例如反水雷、反水面战、反潜战、电子战和打击任务。这些行动将通过奥卡无人潜航器所搭载的开放式结构和模块化载重舱来实现。
该潜航器还能够发射鱼雷并执行监视任务，还可以在11000英尺的水下为其他海军船只提供情报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奥卡无人潜航器只是美国正在开发的几个大型无人水下系统之一。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研究另一套浮喷无人潜航器项目。此外，在2022年2月，美国海军发布了其潜射黑鱼无人潜航器的照片。而奥卡无人潜航器作为美国海军重点研发的装备之一，一旦投入实战部署，将极有可能改变目前的海战模式。可以说，奥卡无人潜航器已经成为美国海军维持水下优势、实现制霸深海的重要装备之一。近日，萨博公司宣布为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系统增加新型高爆弹和精密火控装置。萨博公司表示，当地面作战小队在城市战区巡逻时，突然发现一辆敌方装甲运兵车之后，需要迅速隐蔽前行。而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作战情况，其重量轻、易于操作、弹种丰富，可以有效打击从主战坦克到步兵的所有目标。先进的武器系统需要进行不断的完善，在不影响操作便捷的前提下，要如何获得更高的射击精度、更远的射程以及更高的战斗力？萨博公司的答案就是增加一种新型高爆弹药和一个改进型火控装置，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当这两款系统组合使用时，弹药将向火控装置自主提供弹药类型、发射药温度信息，同时从火控装置获得目标数据和引信设定参数。火控装置将自动计算弹道，并考虑弹药类型、发射药和环境温度、目标距离来提示射手弹道信息。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在卡尔古斯塔夫 M4 无后坐力炮上安装名为火力枪机的双向通信接口来实现。这款新型高爆弹药与前身 HE441 高爆弹相比，新型高爆弹 HE448 是一个重大改进型，用途同样是对付敌方步兵、处于分散的机械化步兵或者普通车辆内的士兵。HE448 的引信可以由射手直接选择作战模式，即可碰炸模式或者空爆模式。在空爆模式下，射手能够设定时间引信，让弹药能够在目标上空引爆，从而最大程度杀伤暴露的敌方人员。该款新型弹药将射击精度、射程和杀伤效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用小型机电引信取代了 HE441 上的机械引信，这有助于减轻弹丸重量，弹药可以获得更高的初速，让弹丸缩短飞抵目标的时间，从而实现提高射击精度和射程的目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俄军的 T90M 坦克是被何种弹药击毁的？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